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房地产寒流，设计行业凛冬已至，设计院半年没开张，院领导开始找员工麻烦。有背景有势力的他不敢动，没背景没后台的他挨个开会劝离。我坐在小黑屋里与他四目相对，你不自己走，小心我全行业封杀你，看以后谁还顾你。后来这位吴总跪在我家别墅的铁门外面，求我再给他一个机会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上午我拒绝领导吴化迪的劝退，下午吴化迪把办公室里面20来号人叫到会议室里开会。今天临时找大家来，主要是我们王经理最近身体不太行，负担不了手头的工作，看看大家有什么能帮上忙的。身体不太好，哪个王经理身体不太好？说吧，你手上现在有多少项目忙不开？吴化迪抬眼问我，用的是陈述语气。汇报工作我熟，但是很明显，他们不是想要考察我的业务能力。我手上总共有7个项目，南方2个，西部3个，另外还有2个在招投标。没等我说完，吴化迪插话：南方项目是不是华城和恒城的那2个？对的，吴总。西部呢？荣城。对的，3个都是他们家的。他听完还挺满意的点头，粗鲁地打断我：行，李经理，南方的2个项目你暂时先管吧，西部的3个项目给陈经理。他自以为分了我的核心项目能整到我，满脸都是得意。你有什么意见吗？小王看我在旁边勾起嘴角不作声，他故意斜着眼睛问我：没意见，谢谢领导体谅。这些任务分出去，我确实立马感觉到身体和心灵上都轻松了许多。我王瑞从不骗人，说的每句话都是发自肺腑的。把这几个烫手山芋扔出去，我头不痛了，腰杆也直了。吴化迪拿走的那几个，看起来确实是大开发商大项目，一看有水就多。但是他忽略了一件事，这些项目都是难啃的骨头，想要拿下来，还是要掂量掂量自己的实力。那2个没被分走的招投标项目，实际上更先锋前卫，应该是未来的设计方向。能拿下来的话，没准可以打开新赛道。刚刚捡到肥肉项目的李经理和陈经理笑得合不拢嘴，互看一眼，又往我这边瞟。这2个人平时在公司里跟吴化迪走得最近，背地里大家知道他们家里都有点关系。我也朝他们笑笑，几乎可以预料，这2个草包肯定解决不了那几个项目里的刁钻问题。到时候我倒要看看他们怎么来求我。李经理和吴经理来到我工位上交接工作，你们不用到我电脑前，我一会给你们发邮件过去。他们就站在我背后看着我整理文件夹，生怕我少给他们东西。果然，李经理说：这不是有人盯着干活效率高吗？陈经理搭腔：对呀，王经理这么忙，一会出差了，我找谁拿项目资料去？整个公司这2个人跟吴化迪关系最近，也很微妙。他们的共同点是能力都很差，干啥黄啥，隔3差5的被客户投诉设计有问题，院里不开张，他们也很久没接到活了。同事间也有隐秘的传言，说这2人有亲戚在总部位高权重，放到江河日下的设计院就是来享福的。2人盯着我发送邮件之后，大摇大摆走了，简直是欺人太甚。被别人站在电脑后面督促，在办公室里算是一种变相的羞辱。师傅，这几个项目就这样给他们了。我手下带着的几个应届毕业生没有参与刚才的会议，
只看到这2个别的部门的负责人过来站在我背后，居高临下的抢项目，给他们背，让子弹飞一会，转一圈回来才能知道谁有真本事。那也欺人太甚了吧？这些项目前期我们都死磕了这么久，他们说拿就拿。说话的是秦风，他晚我1年进公司，是我的副手。算了，年底奖金少多少，我给你们补点。他还年轻，不知道我心里有自己的算盘。会才刚刚开完，老王的电话就来了。怎么说？你要被辞退了？他在那边气定神闲，语气里还有点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兴奋。怎么可能？他辞退自己都辞退不了我。爸，公司没我不行。我语气非常肯定，要不是我的工作能力这么出众，抢了吴化迪风头，也不会被那个小人盯上。老王在那边乐不可支，你小子就吹牛吧，就算你干出花来，设计院1年能挣多少？不如赶紧回总部给我打下手。不，当初是你要我靠自己的，现在我还是想靠自己。老王是做工程起家的，平时最讨厌不学无术、身娇体弱的富二代。我毕业的时候，他直接放养，让我去海投。最后我投进了自家公司的设计部，从实习生干起。现在他让我回总部，我10000个不愿意。回到总部就没有干设计这么自由单纯了。我不喜欢他那种天天应酬跟上头打交道的日子。要是吴化迪不作妖，我还能在设计院多玩几年，想着能干出几个好设计。他这样处处针对我，真的让我很是为难。我的目标不是设计院院长，但是他要是苦苦相逼，我有本事让他当不成这个院长。至于集团老总是我爸这件事，设计院里没人知道。老王无奈，行，别玩太大，到时候不好收拾。这我一点都不担心，这不还有你吗？放心，烫手山芋分出去，我能集中精力应付招投标，干劲十足。我开组会安排手下的人分配工作，没想到他们一个个愁眉苦脸不说话。怎么了？3个人干2个项目，不乐意。我平时还算民主，跟他们的关系不错，说话也是直来直往。秦风苦着脸为难说：王哥，昨天下班的时候，我被拉进了他们的钉钉群，要我负责之前南方的项目，无独有偶，另外2个人也被分配了别组的活，把时间都排满了。这样吧，王哥，我白天配合李经理项目组工作，晚上再过来给你帮忙。秦风是我一手带上来的，工作能力不错，但是这也不是让他连轴转的理由。我寻思着，吴化迪这是要架空分化我，故意把我的人支走，让我知难而退。事情难倒是不难，就是我要辛苦点加班。这几天我都在公司加班到很晚。李经理跟陈经理喝得醉醺醺的从外面回到公司，我看了眼时间，晚上11点半，真是稀客。他们一路高声谈论刚才饭局上的内容，没想到在我工位上停下脚步。哟，这不是卷王经理吗？李经理开口奚落。我不搭腔，跟醉鬼没有什么好说的，还在弄招投标啊。我劝你还是别弄了，就算投上也没你份。你看看，我们俩今天谈了个大的 EPC 这个数，陈经理也喝得不少，在我面前比了个数字手势，真是不识时务，让走不走。你以为你死乞白赖的留在这里就能多分赔偿金？哈哈，老吴那个抠门抠到皮燕子里的，怎么会让你得逞？赶紧走吧，麻溜的。他们哼哈二将一唱一和，在我背后嘚嘚个不停。我把鼠标重重一摔，故意把标底那页翻出来，这才堵住了他们的臭嘴。哎，标底做出来了，多少啊？本来我只是想让他们闭嘴，
在看他们像狗刨到屎一样两眼放光之后，我改变了主意。我假装来不及关掉屏幕上的信息，硬生生暴露出来给他们看了整整1分钟。我担心他们的猪脑子记不住那么复杂的数字。果然，2个人盯着屏幕，4眼发直。陈经理想要掏手机拍照，被李经理制止，使眼色示意别惊动我。最后，我看李经理偷偷在一旁用铅笔在绘图纸上面记了几串数字之后，2人打着哈哈走了。我切回之前做的标书，把面上的那页直接删除。那是刚才我算错的预算表，正确的还没有核算完。他们那么想看，我就让他们看个够，看看他们能整出什么幺蛾子来。招投标的事情还没忙出个头绪，刚刚转到陈经理名下的南方项目果然出了问题。吴化迪把陈志、我和秦风3人找到办公室兴师问罪。怎么回事？陈经理你说说。他把优先解释权给了自己的亲信。陈志像是早就想好了说辞，一口咬定是我动了原始的测绘图纸，把水位线弄错了，导致设计上出了差错，结果在这次春夏汛期惨遭洪水肆虐，经济损失惨重。这是具体是秦风负责的，我带出来的徒弟我清楚，绝对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。但是秦风望着我欲言又止，我同样看着他，心想这小子8成是被拿捏住了。陈志得意洋洋地把画风递给秦风，小秦，这个项目是你负责的，你来说说是什么情况？秦风不敢直视我，闪躲着说，当初在做图纸梳理的时候，王经理说水线挪一点没有问题，毕竟100年一遇的洪水要100年才能遇到，咱们是等不到这100年的。问题今年就是100年一遇，那些树都泡死了。刚才甲方领导给我打电话，要我们设计赔钱。吴化迪拍桌，等等秦风，你刚才的意思是我让你挪的水线，你有证据吗？这种低级错误我是绝对做不出来的，具体是谁可想而知。说呀秦风，我昨天晚上是怎么跟你说的？你又是怎么跟我说的？你忘了？吴化迪又问。现在我们要跟甲方开个视频会议，澄清这中间的权责问题。你们有问题吗？我看了眼秦风，他像是被我的话点醒，不再闪躲，朝我坚定地点了点头。视频连通，吴化迪让秦风长话短说，甲方非常恼火，现在是找责任人的时候吗？现在几千棵树还泡着呢，各位设计大爷，你们倒是出个方案解决一下呀！陈志开麦甩锅，李总你有所不知，这个项目我是中途接手的，有些事情不搞清楚，我也不能就这么背这口黑锅是吧？说完扭头催秦风，小秦，你现在就15110地告诉李总怎么回事吧。秦风清了清嗓子，事情很简单，我给大家放条语音消息就能说明问题了。然后他拿着手机找到聊天记录，把手机听筒贴在麦克风上，点击播放。哎呀，小秦啊，我说你怎么这么死脑筋的？让你挪根线而已，你说那么多干嘛？让你挪你挪，有事情我担着，快！陈志的声音反反复复回荡在会议室里，回荡在蓝牙耳机里。吴化迪迅速掐断了视频，解释说有点内部问题，要私下解决。陈志夺过秦风的手机，哆哆嗦嗦找不到解锁键。大胆秦风，我看你是不想干下去了吧？陈志吼道。秦风也不退让，吼出更多，是陈经理。他说如果我不照着他说的做的话，他就要逼退我。陈志上去要揍秦风，秦风个头比他高大，一只手推着陈志的脑门，
一只手还能腾出来抓住他乱扯的手。君子动口不动手。陈经理自重，保安，叫保安。秦风打人了。陈经理恶人先告状，还不忘给秦风肚子上来了2拳。你先动的手。秦风之前一直忍让，见对方打在他身上了，扯着陈经理的后脑勺，头皮啪啪给他来了2巴掌。这2巴掌结实的像是打在沙袋上，陈经理的脸肉眼可见的肿了起来。好，打起来了。陈经理，你这是污蔑栽赃，刚才开会我全程录音了，到时候总部纪检组见吧。不行，我得先给保安组打电话，找监控看看谁先打的谁。我退到一旁，煽风点火。一说录音和监控，屋子里的人都急了。吴化迪求我说，王经理，有话好说，这也不是啥大事对吧？咱们没必要闹得那么难看，确实不是什么大事，我也没想闹，你们也没给我不闹的机会啊。我把秦风捞过来，他除了开头挨了2拳，别的都没事。你们等等。吴化迪过来揽住我的肩膀，一脸好商量的意思。这事就算了吧。王经理，你不是缺人手吗？这样吧，我把秦风他们都给你调回来，您看行不行？这就是跟我谈条件喽。我没满意，啥也不说，就看着他。他秒懂。当然，这次的错误完全就是陈经理造成的，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，赔偿当然不能让你出。他脸一黑，调转枪口对着陈经理发难。陈志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能狡辩到哪里？这次全都是你不对，包括你先出手打人。陈志被打得跟个猪头一样，说话吐字都不清晰了。吴总，项目本来就是他埋的坑，他还转手给我，分明就没安好心，而且这线也是你让。行了，你快闭嘴吧。吴化迪打断他的话头。我惊讶地看着2个草包一唱一和，大概知道是怎么个事儿了。最后陈志给甲方赔了50万苗目钱，不够的吴化迪从他部门的盈余里扣，总部这边年终奖还给他俩都扣了。辛苦1年，除了死工资其他白干。突如其来的赔款让本不富裕的设计院雪上加霜，日子更加难过，自是不必说。吴化迪因此加快了逼迫员工自动离职的脚步。我跟秦风终于抽出身来，好好整那招投标的事儿。我带着秦风去参加招标会，辛苦半个月，我对做出的成果非常满意。等结果的时候，秦风说要出去打探打探，回来之后脸色不是很妙。我问怎么了？挨揍了？秦风苦着脸说，师傅，你是不是看过别人公司的标底？虽然行情很不好，但是你也不能知法犯法，窃取商业机密是违法的，你知道不？我觉得好笑，有事说事，你先别上价值。结果就是2个标我们都中了，但是标底相差不超过2万。秦风跟甲方的助理是师兄妹关系，这才给他透的底。这招投标干的事儿悬，他也是担心我们踩到红线。我那天投给他们的数据其实没有差那么少，但是后面我精简了方案，阴差阳错的把差距减小了。不过招投标的流程是没有问题的，甲方只能在设计优劣上做选择。我留了个心眼，让秦风打听跟我们标底相近的那个公司。1个标底相近是巧合，2个标底相近吗？肯定是被有心人透露了出去。就算是错误答案，他也卖弄了一番。我记下那家对手公司，让秦风到企业网站去查查背景，查到企业法人是一个谁都不认识的人，全名陈丽丽。我这边招投标结果刚刚拿到手，人还在车上呢。吴化迪的会议通知就发到钉钉里，
要求半个小时后公司每个人都要上会。前脚踏进会议室，他就拿着话筒开始喷粪。不是我说，公司给你们提供资源，你们也不能这么霍霍公司吧？他咂巴嘴，王经理，你可以详细说说这次的失败吗？吴总，什么情况？我看着会议室里黑压压的坐满了40来号人，连财务跟人事都来了。他一脸沉重，我们这么大个设计院，出去投个小项目都能丢标，你让我这老脸往哪里摆？以后还用不用出去谈生意了？虽然说是2个小小的项目，但是你一个没拿着，还跟别人撞了标底，这就非常可疑呀！你是不是外面有人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指的是撞了标底的事，这不就明摆着他是知情人吗？我就知道那2个傻帽肯定不是单独作案。忽然会议室门被推开，一个女声响起，我还说你们公司怎么连前台都不上班，全躲这里开会呢？是秦风学妹。她走到我这边，把资料递给我。王总，刚才你们走得太急了，这个是必须要今天下午签字的回执，麻烦您签一下，我好回去交差。我连连道谢。他笑说，恭喜王总啊，不愧是大设计院，2个标都拿下了，以后合作愉快。吴化迪在一旁听了个明白，脸上挂不住了。送走甲方的人，我回过头来问他，吴总，我这不是2个标都拿下了吗？我以为你给我开庆功会呢，怎么是批斗会呀？你不知道这事儿吗？还有，你刚才说什么有人？吴化迪涨红着脸，憋不出词儿。我继续说，陈丽丽，你认识吧？什么陈丽丽？我不知道。他矢口否认。我乘胜追击，陈丽丽你不知道，那许知慧你总认识吧？许知慧、徐萌和蔡静你们认识不？我把偷标底的公司出资人名字挨个念出来，在座有3个人急了。这3个人分别对应的是吴化迪、陈经理和李经理的老婆。你们把我的标底偷出去，就是拿去给这个新成立不到半年的公司跟我对标的。不好意思啊，吴总，标底我算错了，害得你们老婆的公司没投中，你们一定很失望吧？我替公司拿到了项目。吴化迪喊道，你放屁，血口喷人。那我口说无凭。小秦，给我接个投影。就在回来的路上，我已经把这些资料都截图了，现在投影到大屏上，清清楚楚的公司结构，法人陈丽丽，投资人那3个。除非你们当着在座各位的面给自己老婆打电话，证明他们都不叫这些个名字，否则很难说明为什么这样巧吧？这3个草包哪里还敢进一步跟我对峙？与会的人交头接耳，窃窃私语。会议室里升起一股诡异的气氛，更多的是对吴化迪这个领导者的质疑。这我怎么知道？我老婆手头有钱出去投资，我管得着吗？不是，你管得着吗？最先沉不住气的是李经理，不打自招了，属于是。我当然管不着你老婆，但是我管得着你啊！何时何地你在何处抄了我的标底去？你以为我没有证据吗？吴化迪见武不过去，再次壮士断腕。什么标底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从头到尾我就没有见过你的标书，哪里知道你的标底？我老婆是在外面投资，这有问题吗？吴总，你已经在上个项目上吃过闷亏的陈志敏感地察觉到风向，一脸阴狠地看着吴化迪。吴化迪视若无睹，查监控得看是谁去过你的电脑前，不就知道了？那只有我们2个去过呀。吴总，你这是卸磨杀驴呀！李经理总算反应过来，这是被吴化迪甩锅了，而且还是又黑又大的那一口。好，都喜欢这么玩是吧？
陈志连遭2次暗算，上次的事儿还没赔完，这次又被扣个屎盆子，脸上杀意腾腾。吴化迪私自下定论：行，这事今天就到这里，我这就通报总部纪检组，让他们内部解决。王经理，这2个标你都拿下了，这事没必要捅出公司之外吧？我点头，确实是内部事宜，看他们狗咬狗，我开心得很。总部纪检组把陈李2人查了底朝天，停薪留职1个月的处分，还是他们找自己关系疏通之后的结果。实际上，我跟吴化迪无冤无仇，3年前校招他亲自面试的我，3年来我们各司其职，从他身上我也学到了不少东西，比如对着别人做的 PPT 吹牛逼，他就是靠这项绝活爬到院长这个位置的，吹牛逼水平放在国内外都属于一流。去年总部给我评了最佳员工奖，院里都在传拿奖的最有机会升上去。他也知道这个惯例，怕我上来了会踩到他，这才处处找茬，甚至要逼我离职。招投标风波过去之后，吴化迪消停了一阵，大概是在避风头，也可能是憋着个大的等着我。吴化迪把裁员的名单往总部送去，被总部驳了回来。他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，我倒是清楚，只要名单上面有我的名字，总部的人就不可能给他批过，人员裁不掉，业务起不来。吴化迪动起了歪心思，他跟法务详谈许久，想到个让老员工分批放假、停薪留职、承保代缴的法子，还像模像样的发了公告。这明面上没有裁员，也不需要赔偿，如果不能接受的，可以自行离职。底下人怨声载道，本来维持底薪已经生活艰难了，现在分批放假，等于是强制待机零收入。秦风在第1轮休假名单上，他气得直说：我不放假，我要一直赖在公司。你赖在公司，他们也不会给你发工资，你赖着干嘛？同组的小陈已经开始收拾东西，准备休假。这只是高层的缓兵之计，等你真休了，他们就能以各种理由来免费辞退你，比如旷工，比如绩效不合格。我安慰说：慌什么？别慌也别赖，你们先回去。不过每天都要在钉钉群里打卡，工作任务也要每天写邮件汇报，至少能保证休假期间的工作证明。秦风疑惑道：王哥，你不在名单上吗？你这么淡定，休啊？这不是收拾东西吗？吴化迪不知道什么时候在我们组门口站着，脸上摆着领导者的关切，感谢各位同事的配合，等难关度过，一定会再请大家回来正常办公的。就是小王可能要休久一点了，被他这么安排，我的部门全员都放假居家办公，零薪。他面上难掩得意之色。王经理，我们年后见啊！不需要等到年后，他那张休假名单公布出来，清晰地划分了敌我阵线，这些都是实打实埋头做事的人，我不能让吴化迪瞎搞。于是让秦风把这些人拉到一个群里，失业互助群。有人已经默认自己确诊失业。我只说一句话就达到了建群的目的。吴化迪年薪150万，他不裁掉10个月薪15000的你们，怎么保证他的薪资不减？众人才恍惚意识到，解决问题的办法不只有一个，一个是解决他们，另一个是解决吴化迪。1周之内，这些人就联名向总部提交了举报加请求信，举报吴化迪利用院长职权变相裁员，请求总部辞退院长，为设计院降本增效。总共3个分院，光我一个分院长签字恐怕分量不够。
他们希望陈志和李涛也能签上，好做出全院弹劾的样子。此事不难，身上还背着2口锅的陈经理和李经理巴不得吴化迪早点完蛋，签字别提多爽快。举报信被递到老王面前，他当面来问我，吴化迪这人真不能用了，现在证据确凿，桩桩件件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事实充分证明，设计院在吴化迪手上被带到了沟里去，业绩干不出来，管理一团糟，再继续下去就是死路一条。老王的最终批示，让所有休假的员工复工，让吴化迪好好放假。他收拾办公室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在门口张望。他转身的时候，甚至有人吹起了口哨。我乐了，好走不送啊，吴总，不知道年后能不能再见面呢？他咬牙切齿，王瑞，你别高兴得太早，我早晚会回来的，休假罢了。陈经理在一旁放冷枪，我看是难了。我总部的叔叔说，你这次是踢到铁板了，咱们之中有高手，但是他不告诉我那人是谁。王瑞，是不是你背后使绊子举报我？这是全体员工的决定，可不是我一个人能干出来的，对吧？李经理淡笑不语，不好当面得罪吴化迪，但也没放过他。李经理典型的蔫坏，堵着门口不让他出来，陪笑道，吴总且慢，你是不是多拿了什么东西？让开，我是休假，不是离职。你什么玩意，有本事在这里查我。哦对，陈志也反应过来，院章，吴总你可不能把院章拿走啊，院里项目出图都要盖这个章，没这个章的图纸属于无效图纸，我还是你们院长，我为什么不能拿走？吴化迪抱紧身前的纸盒，提防着二人的虎视眈眈。陈志不依不饶，您当然还是院长，但是院在章在，院章可不能离开设计院，您还不知道要休假多久呢？难道我们每出一套图纸就上您家盖章去不成？李涛附和，就是，那多不方便，您就把院章拿出来放院里，之后您爱去哪里去哪里。二人句句相逼，恨不能报之前甩锅之仇。章子在我抽屉呢，你们去拿呗。吴化迪趁二人放开他之际，往大门口冲去。等等，他撒谎，拦住他，章没在这儿。李涛喊了一嗓子，秦风眼疾手快，从后扯住吴化迪衬衣领子，人就跑不动了。你干嘛？反了你了，秦风，放开我！我上前说，吴总，院章这种重要物件还是放公司吧，不然您在家盖了什么野鸡图纸，我们也不知道啊。就是。陈志已经麻利地去翻吴化迪的纸盒子，来回倒腾好几遍都没找到章。哪儿呢？吴院，您该不会学别人把章子系裤腰带上吧？吴化迪浑身一抖，李涛扑上去摸他裤腰带，二人扭打在地，场面好不热闹。吴化迪外裤都被扒拉下来，露出个屁股蛋子。陈经理趁乱之际，从吴化迪的裤子口袋里掏出章子来，果然藏裤兜里。老狐狸！陈志刚刚啐了一口，被挣脱开的李涛扑倒。章归我，你这草包，有什么本事拿院章？你说谁草包？你个草包 ！Plus 说别人草包，看我不撕烂你的嘴！夺章主题逐渐模糊。三人为了证明自己不是草包，再次打在了一起。最后还是保安将他们分开来，因为这一架实在丢人。陈经理和李经理也喜提休假，章放在院长办公室，钥匙归我保管。年底甲方庆功酒会，在酒店大堂遇见吴化迪，他西装革履，梳个油头，非常有派头。不知道的人绝对看不出来，他已经停薪留职，在家赋闲了半年。他把我拦住，
上下打量一番，出言讽刺道：“怎么了，小王？这里是你来的地方吗？年底不好好待在公司赶图纸，来这里凑什么热闹？”确实，以前在他手底下干活时，每年这种时候最忙，今年也挺忙的。我在公司赶完图纸，直接变装过来，才让他误以为我是来凑热闹的。一直站在他身旁谈事的友商顺嘴问：“吴总，这是你公司的同事？”吴化迪冷哼一声：“这是我手下，我们的分院院长。”对方闻言掏出名片，想要跟我交换信息，被他一把拦住，马上就不是了。不用多事。我看他们一唱一和，觉得挺可笑的，问他：“吴总，您现在是以贵夫人公司负责人的身份来出席庆功宴，你有邀请函吗？”我手上的邀请函就是以设计院的名义来的，每个公司只有一份。那他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，只是说：“王瑞，你别高兴得太早，我已经跟上面通过气了，回来就给你弄掉，你信不信？”上面总部的，我不敢置信，他上面的人能比老王大？我们家还不是股份制，完全就是老王一个人说了算的。他得意的点头，以为我怕了，下个月我就回来了，你赶紧刷新简历找下家吧，别到时候没人要。我笑着点头进了会场。今年的酒会做得比往年都气派，大概是为了给低迷的市场来点正面刺激。不单是有新项目介绍，还安排了年度项目颁奖，请来了行业内的大佬颁奖，给业内提振信心。大佬里面包括老王，老王坐在首桌，我在第5桌。不知道吴化迪的邀请函写的是第几桌。主持人在台上念到我们院今年获奖的项目，吴化迪首当其冲地站到了领奖台。我因为沉迷吃龙虾慢了一步，但也还是跟了上去。主持人为难，老王是颁奖人，非常不客气地拿着话筒问了句：“你不是停薪在家休假，到这里来干嘛？”吴化迪涨红着脸，没想到公司老总会来，还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拆穿他。王总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爸不理他，转头把奖杯递到我手上，对台下说：“感谢程程方对全子工作上的肯定，接下来我们程程集团旗下的设计院就由他掌舵。”吴化迪听到这话，脸由红转白，在我跟老王之间切换视线焦点。王总，王瑞，你们，我不能接受。我接过奖杯，转头跟一旁的主持人小声交涉：“吴总估计是喝的有点多，快找保安来，别一会难看。”主持人果然经验丰富，神速招来了保安，还不忘拿话筒对台下打圆场：“不好意思啊，各位与会嘉宾，我们这位吴总喝多了，先让保安带他下去喝点茶水。”4个黑皮保安把吴化迪腿脚架起来抬下去。吴化迪嘴里还在喊着：“我没醉，放我下去，我自己能走。”王瑞，你隐瞒身份，卧底我的设计院，你到底安的什么心？主持人为了掩盖他的胡言乱语，让后台放喜庆的音乐，嘴上喊得更大声：“让我们再次恭喜程程设计院凭借优秀的设计获得本年度最佳设计奖，恭喜王总！”音乐声、鼓掌声彻底将吴化迪淹没。年终述职后，总部把我升为设计院院长。吴化迪因不能胜任工作职责被总部开除，证据就是那份集体弹劾书，他没有得到任何裁员补偿金，臭名声还传到整个圈子，被业内封杀，被行业封杀。他再想找到本行工作几乎不可能。年过40的他，再转行只能去送外卖了。大年30，他来我家铁门外跪着，嗷嗷喊：“王总！”2个王总。
我愿意从绘图员做起。求你给个工作机会。我给物业打了个电话，从此再没有见过这个人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